Hello，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这次五专发行的当天，看到你也是连着发了很多条微博，其实在以前是比较少见的。可以还原一下当天的情景吗？你觉得这张专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也有2年多没有发专辑了，所以我这次这张专辑准备的时间我觉得算比较久的，所以我在发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怎么说很紧张吧，对我也很期待也很紧张，然后所以我就提前就是跟着所有的人一起紧张了，对，发了好多那种就是哎呀倒计时啊什么的，对。这张五专辑其实隔了2年多，那你有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成长这个词是可以概括的吗？我觉得有，因为其实我的第4张专辑就是上一张专辑，其实我觉得我写了很多东西都是比较那种就是很大爱的一个主题，对，所以里面很多歌曲讲的东西都还很大的题材，对，然后爱世界呀、爱大自然啊、爱动物啊，就是，然后那我这张专辑真的就是我觉得比较生活化，很小，很生活化的一个专辑，对，讲的东西都比较很贴近于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社会压力啊，然后呢工作压力啊，然后比如说飞行模式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这首歌就非常明显在讲这个东西，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讲关于亲人的，然后也有讲关于网络暴力啊，这些都会有讲，对。这张专辑里面有6首歌在去年演唱会其实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对。他在演唱会上演绎过，然后又收进专辑里面，对你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启示吗？因为我觉得录音棚里面的感觉还是会跟现场是有区分的，就比如我创作的歌曲里面，我写完之后，我就会知道哪一些歌其实很适合听的，就是很适合放在专辑里面听的。比如说《好想我回来》啊，这首歌就很适合专辑里面听。小镇花其实也还蛮适合的，花落日相遇也很适合。那比如说像黑白艺术家、飞行模式。包括一起看日出，这些歌都是很适合现场来听的，对，我自己其实也知道，然后在录音棚里录的时候也会更，就是这种很适合专辑听的歌曲的话，会更注重很多的细节部分，演唱细节部分，对。这张专辑叫希望嘛 ，hope 就是大家很有感触的。但其实我们说的希望和这张专辑的这个希望，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嘛。当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想要逃避的想法的时候，会做什么来让自己和解呢？当我想要逃避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想让你去害怕的事情，然后会有想退缩的时候，对，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时候。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其实是想要就不能一直这样沉下去，还是要去找一些方式来去让自己摆脱出来，跳脱出来。所以我的方式是去尝试改变自己的平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以前很宅，那我通过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然后让我自己跳脱出来，我开始经常出门，我不爱接触人，那我就开始去接触很多的人，然后甚至跟很多不认识的人或者是陌生人，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在一个小酒馆里面遇到不认识的人，我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去畅聊，去聊他们的故事，聊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去聊我们对未来的向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种解决逃避的一个方法吧。对，因为可能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之后，会发现你很多的视角会发生转变。对，所以可能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困难，好像往前走向前看是可以做到的。对。讲这段故事，我就感觉好像听到《飞行模式》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带自己出去跟着朋友吃饭喝酒聊聊。这首歌你有和这些原型朋友们分享过吗？有，因为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经常会去一个小酒馆，然后在里面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坐在一个那个吧台上面，然后呢有时候会交流聊天啊，然后这样，然后有时候自己再去的时候还会再遇到，然后就有跟他们也交流过，就是说啊，我其实有听了你们的故事，再结合我自身，我很想把它给做出一首歌来，对，来去讲人们在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释放自己，稍微缓解压力吧。对。那你自己闭关的时候会真的开启飞行模式吗？有这个习惯？哦，我闭关的时候，因为我身边同事可能会知道，就是说我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爱回信息的一个人。我自己休息的时候，我不太打开那个手机的那个信息，就是哪怕我看到有很多条了，对，然后我可能也不会点开。如果我点开了，我可能也不会把那个里面每一个人发的内容点开，就是可能那些留言我就先堆着，就是这样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的状态吧。对。其实飞行模式这首歌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小彩蛋，就是它里面有粤语。你现在粤语水平怎么样？有没有想创作粤语歌的想法？那我粤语是真的不是太好，我只会一到2句吧。对，因为我有一次去过一次香港，然后学习了一两句。对。其实刚才你还有提到一首歌，是我们之前听完之后很快就进入进去了，就是《小镇里的花》，感觉它是一首由外到内来表达的这样一个作品。好想爱这个世界是一首由内到外的。你觉得我们歌迷这种想法，你是怎么看待的？如果这样说，它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小镇里的花》这首歌写的时候，我的整个的画面感其实已经很深刻了。我当时有发这个长文字来描述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也讲述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画面感，一个僧侣在沙漠中行走，这个逆风而走的这种有点修行的那个感觉，其实画面感是很强烈的。但是他想表达的内核，可能要通过音乐和这个歌词来去相结合。然后呢，其实表达的东西不只是修行和行走，而是一种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浴火重生的一种感觉。好想爱这个世界这首歌，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我当时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去创作的。我之前那2年，我不太想要去跟大家分享太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会想要分享的更多的是人文情怀，或者是通过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所以我写了当时第4张专辑写什么斗牛，对吧？就是要爱护少一点这种残忍的活动，然后神树降临，要热爱大自然，否则可能会遇到大自然可能会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那种伤害。好想爱这个世界，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是在告诉大家，其实是我想要去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抑郁症这一类人群，然后呢去关心他们。我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写，但其实我第5张专辑开始跟大家说，我说我要开始讲我自己的故事了，分享，我开始想要尝试去分享自己。而上一张专辑是不愿意分享的，但是好想爱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在说我一边在想让大家关注，一边想要帮助很多的人，其实一边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对。是你3部曲的第1首《好想我回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能从之前不太好的状态到现在想跟大家分享打开自己，这中间你的心境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有没有可能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好像确实这个心里的包袱少了一些？在写这首歌的2、3年吧，差不多，然后其实也一直处在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既然决定要跟大家开始，就是我鼓起勇气想要跟大家开始分享我的真正的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就是决定想要把自己的那个真正的面对生活的一种有时候一些挣扎的状态，我还是想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既然分享就分享的真实一点，所以好想我回来当时就是把我挣扎的一个状态给写出来，所以引发出了治愈3部曲。至于花落时相遇，其实是当时我说的是那个希望篇，然后也是想讲的是就是说我确确实实在心态上就是在努力的想要去拯救自己，然后呢并且发现生活里的美好，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可能会有关心我的人，朋友也好，家人也好，慢慢带我会去走出来，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这首花落时相遇就是很多时候是在去对他人的一个祝福，这样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对，然后那同时也是在去对自己的一个祝福，对，一个期许吧，对。至于3部曲最后再
未来天走，一起去攀枝。这首歌就是从歌名到歌曲都能立刻触动大家。那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来源灵感是什么？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美好的，对，它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存在。可能我们由于生活里的压力过于大的时候，会去忽略到这些美好的事情，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然后好像往往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会去思考一些生活里的难题，而这些难题积累的越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慢慢忽略掉了这个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美好。当然不是绝对的只有美好，而是你总要去尝试去发现这些美好，能够让你的心情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想把我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事物去放进歌里面，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给大家，让大家一起去感受。就是说，觉得可能我听到这首歌，我想要去走出去，看看世界，看看到各个地方去爬山也好，看大海也好，就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这都可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美好的画面。之前演唱会已经看过日落了，然后看你微博其实也给大家描绘了演唱会看日出日，粉丝评论都说只要老大看我们就去看，所以有这个计划吗？说是这个可以说吗？其实我们在构思、在研究，并且在尝试，就是看看能不能做得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要把它实现，其实有点难，而且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都会很难，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是那种又疯狂又浪漫的那种感觉，但是所以要把它实现出来，其实是需要一定要做好全面的规划，不能出现一点问题。比如说大家的休息状态，然后还有就是选的场地应该是在哪儿，然后会不会远离这个，因为晚上嘛，你那么凌晨的时候，这个声音发出来可能会吵到扰民的会，所以那个场地很难挑的，各个方面。但我们已经开始再去研究，也在尝试，我们争取能够在23年的巡演的时候，想办法干一次这件事情。今天刚上线的这首《向阳而生》，中间的吟唱部分太美了，已经在脑补演唱会大合唱的场景。所以你觉得这首歌会成为之后的合唱的热门歌曲吗？我一定是一个合唱的热门歌曲，在演唱会，而且我觉得是演唱会必不可少的一首歌，就有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很充满力量的歌，而且是我专为演唱会而写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每一张专辑多多少少都会为演唱会写1到2首歌这样。你比如上一张专辑什么歌比较适合？《新世界》还有《与火星的孩子对话》这首歌都是为演唱会而写。那其实这个《向阳而生》还有《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这就是专为演唱会而写的歌。然后我就觉得必唱很温暖，而且我是带着那个画面去写的这首歌，所以就写着，我脑袋里面幻想的全部都是那种万物生长、万物复苏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迎接着太阳，因为太阳是最温暖的，所以我在这首作品里面写了很多的温暖的东西，然后又写了生命，然后写了一个很强的一种力量感。对，像刚才你说这首歌特别阳光，特别投入，写歌的时候会有那种被自己才华震惊的感觉吗？会会，我有时候写完一首歌，我就感觉这首歌没有人能超越我，就会这种感觉，但这自嗨的那种啊，就是对，就是尤其是我写完了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厉害，就是对。那你有把这种 demo 想要发给身边工作人员或者是制作的音乐老师，有那种就马上就要迎接大家的彩虹屁的那种感觉吗？那都好像不太会，除了就是我会自己很开心，然后呢，再就是做 demo 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做的很基本上就会把整首歌的编曲都快编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的，但是有一些歌曲我也不是说把它编的那么的内容那么的多，那个时候可能光听 demo 的话，可能听不出一个整体效果来。
对，所以我就不太会去拿出来，对，但有时候会跟身边的一些做音乐的朋友们有时候会分享一下。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这首歌，他在2000年晚会演唱的时候，当时那个唱跳环节是排练过的，还是在现场唱嗨了？唱嗨了就自然的跳起来了。这种舞蹈怎么排练啊？我又没有在跳舞，不是设计舞蹈动作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跟着音乐的律动去流动出来的一个步伐，就是很随意的在动的。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就应该是这样跳着来去享受这个音乐的氛围。对。这次专辑还有当全世界忘了我，虚幻与现实两首，能给大家简单透露一下这2首歌的风格吗？当全世界忘了我，有点像是本来一开始应该是我这张专辑的一个怎么说最后一首歌，但后来我还是觉得应该要写一个总结，所以虚幻与现实其实是总结了我这一整张专辑到底是在讲什么。这个专辑分了3个部分嘛，然后那第一个部分可能就是前3首歌，它是在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题材。第1首歌可能讲的是我们社畜，然后第2首歌讲的其实是亲人的离去，然后第3首歌讲的就是网络暴力。那同样的就是这三首歌其实放在现实中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第3首歌的那种关于网络暴力的话，其实就很像是相当于你平时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也会遇到很多，就是会有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身边的人会组一个那种小团体来去孤立，然后搞孤立，就是这样的。然后那可能就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些困扰，所以它就比较所谓的看似很现实的一个题材。那后面的5首歌就是治愈3部曲，加上向阳而生，加上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它可能是属于我专辑的第2部分。那讲的东西其实是比较美好的一个，从那个好像我回来一开始就在做一个层次的铺垫，铺到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这首歌的时候已经铺得很高了，就是在讲一个让带领大家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这5首歌可能就在讲的是希望的前面一个字，那个希，对。那可能第9首，当全世界忘了我，可能就是在讲忘，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安静，然后但我也没有想把它用的那么的安静，不是那种绝对的悲情，所以我用了一种类似爵士的方式来去表达。有时候我自己每年开完演唱会的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在演唱会上其实非常美好，非常快乐，那种快乐是真实的，我自己也非常真实，非常快乐，很享受，很舍不得。然后我们开心的开完了每年的演唱会，到分别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我处于在一个挣扎的状态里，我去尝试看这个世界的美好，但我会发现始终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会对这个世界保有一些最真实的感受，就是会处于一个害怕和孤独的状态。但是我会告诉自己，让自己去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美好的部分，然后让自己去好好的活着，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名字的来源其实是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他说花花，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就是能够选择让你忘记你人生的一段记忆，你会想要忘记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问完我之后，我真的想了很久，就是认真的想了很久，我觉得哇，没想过这个话题。但想完之后发现我想不出答案来。后来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回复，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想要让自己失去任何一段记忆，我会希望这个世界就能够忘了我。对，我是觉得它很虚幻，但也很现实。所以我才写了虚幻与现实来去做这个总结，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可能大家在听完华晨宇的专辑之后，第5张专辑之后，会发现，哎，花花是不是变了，更阳光开朗了很多？但是了解我、关注过我前4张专辑的人，可能会知道，华晨宇最早其实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个很孤独的人。所以我在这首歌里想告诉大家，其实我的内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我成长了，我会想要让自己为大家、为更多的人去传递更多的阳光的一面和希望的一面，并且这些面都是
我切实的自身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然后才能写出来去带给大家。对，所以我觉得生活是复杂的，就是因为人是复杂的，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活里不是一味的只有美好，我也不是一味的要去歌颂美好，但是我们可能都会为五斗米而去努力的奋斗啊，去经历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然后飞行模式那样的压力，小丽的花这样亲人的离去，可能都会面临。之后，如果我们一直消极下去的话，那我们看这个世界永远看它都是不美好的，对，你可能会走不出来。所以就看你怎么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好好的活着，痛苦也是活着。可能最后就是有点痛苦到极致了，可能 OK， 就我们就所谓的那些什么活不下去的人，但其实你决定要活着的时候，那干嘛不好好的活着？哪怕做了很多的跟你性格不符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样你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有，怎么说呢？就是价值吧。对，所以写了《虚幻与现实》，其实大概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行为方式到底是你真实的行为方式，还是你通过我们所谓的高等教育来去让自己这样做。因为可能不会，因为我已经入行了嘛，就是已经成为了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人。那可能即使我甚至消失了，可能大家都还知道我，可能忘记可能有点难，就是但我会有这种，就我内心会有这种想法。对，所以我还是想把我真实的这种心态想表达出来。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这张专辑我想表达的是告诉大家真实的我对我自己的生活和对大家的生活的一个，或者是对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个理解。咱说到专辑，因为这已经是第5张专辑，它作为一个音乐作品，是你专业上的一种突破，然后成长。通过专辑这个形式，你可以把大家带进到你的节奏，就是你告诉大家，我想让你们听的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的这个顺序，都是我考虑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就是在专业上和在人生的感悟上这些成长？我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感觉我觉得有成长。这也是前年演唱会的时候，导演就是我们有聊天，然后呢就是问我说，他说你觉得你这场演唱会你的新歌，就是我第5张专辑的新歌，因为当时没有人听到过我的新歌，然后他说你的新歌会跟以前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我当时回答就是，我觉得最大变化就是成长，会有一种可能听完会有一种花是不是长大了？对，我可能很多时候面对事情的一个方式和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可能会以一种20多岁的一种年轻人的方式来去处理问题，然后去理解世界，可能会更表达一些态度，比如说异类啊，我管你啊这样的歌，就是很有态度的一种方式。那可能现在我就可能到了30岁的我就会去写黑白艺术家，就是说虽然我不喜欢你们的职业，但可能20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管你，就是这样的。但我现在30岁，我就会用一种就是对你说的对，就是这样，就是用另一种心态来去面对这种事情。回到最后这个专辑简介里面的问题，你觉得幸福感是什么？你问我的这个词的时候，我说实话，我的第一画面其实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就演唱会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像梦一样的一个地方，美好的不真实，对，这种感觉。2023的演唱会准备打卡哪些城市？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我们演唱会目前计划的可能会从春快到夏的时候，南北都有的城市。那6专是不是在路上了？有没有这个构思？已经在思考了，写完当天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我觉得还是得，要多捕捉灵感吧。对，但确实已经开始思考6专了。因为快过年了，想让花花给大家出一份火星家宴菜单。你现在脱口而出的这个过年家宴上，能有什么菜品是必备的？饺子肯定是必备的吧，芹菜猪肉、白菜猪肉、韭菜拌肉、西红柿鸡蛋饺子。会出现西红柿鸡蛋馅饺子这个？你们没吃过西红柿鸡蛋饺子吗？还有虾仁饺子呢？你们没吃过西红柿鸡蛋饺子啊？看到过这个菜，但是我确实完全无法脑补它作为饺子是什么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反正我印象里，我的家人给我就是我们吃年夜饭的时候都是饺子加那种一条鱼是吧，然后红烧肉啊，糖醋排骨啊，然后有那种就是我们老家专门特色的一种那个土鸡的那个炒土鸡，然后里面有木耳，有青椒，很好吃。对，我就记得很少能见到素菜，对，基本上都是那种肉来肉去的，对。